哦，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祠堂群了，四房王公祠。哇，这个地方啊，好像村民要搞大聚会了。这边前面呢开了不少的农家乐、瓜岭桥，瓜岭这个村庄里面有个桥，看到前面有龙舟啊。这个楼好像就是一个碉堡，这就是玉虚宫，但是门口有个北帝庙的香炉。嗨，大家好。今天本来是去东莞啊，本来想去东江的绿道上去转转，谁知我走到哪雨就下到哪，在那边冒着大雨行车，最后呢只能在石界镇那边吃了餐饭，往回走了。现在应该是新塘地区，这边有个瓜岭村，地图上标明说是一个古村啊。就停了车，准备在这边转转。我们先来看一看周围什么环境。这边写着广州市旅游文化特色村，做了一个广场，有些凉亭，很长的回廊，看上去不错。这边有瓜岭古镇这4个大字。好，我们就到村里去转转吧。这边是他们的瓜岭村短群服务中心。我已经感觉天又暗下来了哈，看来又要下雨了，那我就尽快的到村里去转转吧。最近一直下雨啊，暴雨连绵的。有时候想出来找个一点时间转转，根本就不行。或者是一场大暴雨之后，地都是湿的，还积着水，也没有办法出来骑行。但也无所谓啊，我们就开着车也可以转转。当然就没有骑着车看到那么真切。你看啊，这个右侧还有一个网球场。这是去到村里了吗？广州这边古村落还是挺多的啊，但是保存的非常好的，能够让大家到这边来看到过往的历史的，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多。但是随着这些村落啊，因为在一个发展的地区，所以呢也有了一些挣钱的渠道，所以呢他们也开始慢慢的恢复他们以前的一些祖传下来的祠堂啊等等这样的建筑。哦，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祠堂群了，四房王公祠。哇，这个地方啊，好像村民要搞大聚会了啊！你看他摆了多少的圆台面。瓜岭旧村11巷，这边还有个驿站。这边好像感觉进到一个蛮祥和的村落里面。圣医皇宫祠，应该以前做医生的吧？哇，这里一路摆过去，就可能快过端午节了吧？是不是作为一个农村里面比较大的一个节日，就村民们有些聚会，可能也会纪念一下他们的祖先。那同时呢，也是过新的日子。哦，这里全部都是皇宫祠，想必这里应该都是姓黄的人家的一个村落。哦，这个地方我应该是没有来过的啊。
虽然这个雨已经下下来了，但是还是准备在这个村里转转。瓜岭古村路有一个大门楼的简介啊，专门写到1966年文革时候被红卫兵拆除，原来是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啊，应该就是这个所谓的大门楼。还有个水塘，这个就是一个大门楼了，翠松波城门楼，还挺有意思的啊，一派水乡的感觉。村民们你看啊，把他们种的香蕉、芭蕉等等拿出来卖。就这个村落还算保留着不少以前的房子啊，当然更多的是村民后来建的房子。你看这里有卖黄芪、芭蕉。要吗？挺有意思的啊。但愿这个雨不要马上就下下来，让我在村里稍稍再转一转。这边也搞了很多什么乌木艺术馆，是一个什么工作室啊，各种各样的木头艺术。也是一座活着的村庄。你看啊，村民们他们自己在宅基地上建的房子，面积还是蛮大的啊。边上的就是他们赖于生存的土地，种了很多的东西。我看这边种了很多的芭蕉，还有种了不少玉米，好像也是随意的种了些东西。进到它里面种的田地啊，看看，都是一些香蕉树、芭蕉树。好，还是骑回村里去吧。这里做了一个小木桥，走过来可以看到这边有些树木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应该是黄皮树吗？我看那个树上还结了一些果子。这边也在不断的修建、优化他们村庄边上的一些地方。这里是叫雅瑶河，这里有一条河道。到河边来骑一下。哦，这边餐馆们开了不少的农家乐，哦，不少餐馆。
你看，还挺热闹的，有很多的商铺，卖各种饮料什么的。这里建了一座大桥，旌旗飘扬。我们走上桥来看一看啊。这边写着瓜岭桥，是瓜岭这个村庄里面的一座桥。看到前面有龙舟啊。我们再来看看这边。好，现在从这个瓜岭桥骑下去啊，对面应该是他们的村头，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商业广场了。你看多少人在这边摆卖他们的农副产品，从水果啊、黄皮、荔枝等等，什么都有。还有把自己家鸡养的鸡蛋拿出来卖的。这里就是我刚刚走过的一大片的皇宫池的地方。看看这个边上还有一条马路，我们到这个马路上来兜一兜。可以看看，这很多家的皇宫池，这个池塘门前摆了很多的桌子，估计是不是今天晚上他们要在这边聚餐啊？应该说都是乡里乡亲的啊，就大家一起聚餐，联络感情，同时决定一些宗族里面的事情，就很有意思的，也很有气氛啊。这个是城里的街道，就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这边有一个叫宁远楼的，就在我的左侧。我们来看它的介绍：1928年建的一个宁远楼，应该是一个碉楼啊，也是一个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了。我们来看一看，还挺高的啊。这个楼好像就是一个碉堡，边上还有一个闸口。这边呢有一个规划图。增城区新塘镇瓜岭村乡村振兴发展规划图，看这个图面积还不小，其中有很多是一大片的水域，水乡的景色。这是他们保留下来的历史文化建筑，有南华书院、玉虚宫、池塘群、宁远楼。那现在呢也会打造一些文旅的产业啊，大概这样的一个地方。我现在针对的呢就是这个高层的宁远楼，挺有意思的一座楼啊，下面窄上面宽，完全像一个碉楼的模样。这边就到了这条河冲边上了，这里应该是一个码头，前面就是刚刚我走过的瓜岭桥。你看边上还留了很多古树，都是一些果树。就感觉很休闲的地方。现在老百姓还是过着一种貌似与世无争的生活。哦，这个地方就有龙舟了，看到一艘长长的龙舟停在水面上。
过几天应该就要出冬了。事先我没有了解这个村庄的概况啊，所以我就只是在这个村里面随意的走走啊。我觉得即便这样也挺有意思的，看到村里的阿婆还是在这个河里洗东西。好，我们继续在河边走走。今天没有在东江的绿道上骑行啊，稍稍有些遗憾。而且今天本来也是想去可园里面看一看啊，就是可园大家知道是广东的4大名园之一，而且当年居廉兄弟俩在这个地方画画，开创了岭南画派啊。今天其实已经到了他的跟前，但是一场大雨把我们的行程冲乱了，所以呢，退而求其次就来到附近的这个叫瓜岭村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趁着雨还没下来啊，在村里走走也是别有一番情绪。这里想必就是玉虚宫了，是中国特别是一些农村地带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信仰拜的东西啊，这就是玉虚宫，但是门口有个北帝庙的香炉，反正都是道教的一些东西。你看，这就是玉虚宫的门口。这里就是栩栩如生的做的一个人物。你看这些村落吧，有政治运动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信你啊。但是很快随着这些政治运动过去以后呢，就慢慢的这些民间文化、民间的信仰，他们就能够修复受损的这些文化设施，然后只要经济好啊，那就会修得比以前更加恢宏，更有气势，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是一个轮回。总之，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人文，就是在毁于性的这么一个不断的循环之中，还是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最终也是被保存了下来，并且被世世代代的继承，还是非常平和的一种状态啊。而且可能已经名声在外，我看村里已经开了很多的店啊，相信的都是一些农家乐啊，说不定也有一些民宿之类的。但我也看见这边有加工厂啊，就是开着厂，开着机器在那边做类似牛仔裤这样的，因为新塘就是牛仔裤之乡。趁着这个雨还没有下来啊，那我再骑行到村的里面去看一看。可以说啊，这个村里面的建筑物呢，也没有那么高大上啊，还是非常实用的啊，就是以现代人居住为目的的这些房子，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但是他们确确实实还是把他们老祖宗的一些东西保留了下来，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瓜岭新兴西街啊，想必这已经到了村的边上了。我看啊，这一路望过去都是这个瓜岭村的农民的房子，有些人家只有3层、2层的，但是也有些人家建了4、5层、5、6层的都有。
看到村里啊，这个停车场停的车还挺多的，想必这个村民们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车了。你看这村里的孩子也喜欢骑着单车到处游荡。我来的。好了，就这么随意的逛了一圈啊，已经回到了村口了。刚刚我就把车停在我眼前的停车场了，这边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有公共的洗手间什么之类的。刚才我也看了一下，前面这个门禁车开进来呢，前面30分钟免费，但是之后呢，就是每个小时3块钱啊，算是比较合理的。好了，这里是瓜岭大路，我们就在这边呢找到我的车，准备开车回家去了。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再见，拜拜。